呢，分别是国中的一个比赛跟国中男子组跟国中女子组的一个比赛。那两场的一个赛事呢，在上午的时间都已经是结束了。最后呢，在国中男子组是由福成高中以3-1来击败了莺歌国中。那在国中女子组的一个部分呢，刚才呢是由明湖国中来击败了双石国中。这是呢在上午的2场的对战。那下午场的一个比赛呢，则是高中组的一个比赛会先由高中女子组的一个比赛来开始现场呢正在进行球员的热身，那是由东山高中跟北港高中来先行做下午场的第1场比赛。那当然呢，在今天呢已经是赛会的最后一天了，从3月6号开始，到了3月9号。到了今天呢，开始呢最后一天的一个赛事，双方呢在前面的体力也都消耗了蛮多的，但是呢最后的一场比赛，而且攸关的是排球国手的一个选拔，所以呢在最后呢大家呢都要卯足全力来进行今天的一个赛事。那在转播的部分呢，是请到了清华大学的教练邱德全教练和我林东伟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教练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来看到是高中女子组的比赛了在下午场的一个赛事，是由东山高中来对上北港高中。那赛前球员呢，当然都还在热身的一个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稍后呢再回到比赛现场。
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这也是排球国手的选拔赛。那等一下呢是高中女子组的决赛，由东山高中来对上北港高中。现场呢还在进行球员的热身时间，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比赛现场。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这也是排球国手的选拔赛。等一下呢是高中女子组的决赛，由东山高中来对上北港高中。那这一次的排球国手选拔赛，那是要来选出到从 U17、U18 跟 U20这3个阶段的这个极具潜力的选手来参加2024年亚洲排球锦标赛以及世界排球锦标赛等等的一个资格赛事所以对于这2支的球队来讲只要这个球员们相当努力的话是有机会来进入到国手的资格的。没错。那当然这个不管是男子组跟女子组接下来的2场比赛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东山高中呢，过往本来就是在女子排球的一个强权学校。那北港高中，但在近几年这个比赛可能在高中排球联赛这边的排名在比较中半端
哦，但也都还是在6强里面。对，所以也都会是一场相当精彩可期的一个战役。是因为其实北港高中其实它是在这几年才成立的，那他们也是北港地区的3级的一个衔接，是从了我们邻近的北城国小到了我们国中的，也是我们的国中强权哦，建国中学，建国国中，然后现在直升到了北港高中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3级非常现在有一些成果的地方啊。对，那接下来除了女子之外，还有男子组的一个比赛，那随后会跟着来进行。那赛前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进入到比赛。大概在2分钟后吧。这场高中女子组的决赛，东山高中跟北港高中，那现在呢要来进行比赛了。那北港这边呢是身穿粉色系的球衣，那东山这边则是红色的球衣。对，红色闪电。对。今天呢是跟清华大学的邱德全教练，和我林东伟跟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来转播接下来的这2场赛事。其实这2场比赛，其实就在复赛的时候就已经打得难分难解了，也是我们今年的4强的一个我们联赛4强的队伍，可能就在我们的决赛之前先行对垒，然后2队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伤，对，能够在决赛的时候带给大家，对自己也好，对自己的球队也好，跟整个的一个大家在观看这场比赛的观众也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毕竟他们在后续还有高中排球联赛，那2支的球队基本上在6强当中。那东山高中在去年的高中排球联赛是拿下了亚军，北港这边则是拿下了第7名。是。其实东山高中一直在从成立开始的第1年之后，每一年都是在4强，甚至都是也拿过了3、4座的我们的一个联赛的冠军。对，这球顺利挡下，后排做修正，北飞4号位攻击，这球拦网挡下，给到后排，但是出界了。对。潘卫勋的一个攻击出界，所以其实现在今年里面，其实，在东山里面，其实最有经验的就是许芳敏，因为他在去年其实他就已经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一个带领球队的一个，不管是攻击方面、精神面方面，其实都做得非常好。而慧勋也是双水国中拿到冠军很重要的一个一员，所以其实这2个双箭头怎么样去表现，其实对东山来说就很重要。对，这一次的扣杀直接得手。对，因此也有180公分，所以其实今天东山高中还有一位常人没有下场，就是我们的简义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身体有些受伤了，还是说教练有一些考量，也没有让他下场。4号位，这球守住，后排做修正，这球他交。其实女生的来回很多，越是防守的这个其实手感，你怎么样守起来之后反击得分？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女生对跟男生比较不一样，男生强击下去可能就一次就得1分，对，但是女生来回很多，你怎么样去？因为女生的手背很好，所以来回的就会很多。这一次打一个小斜角，对，他只要。乔敏欣的发球，这个出界。13号的包英吉来进行发球。今天的东山高中的发球很强势，对，已经造成了2、3波北港的一个接球失误。4号位进攻。这边也给4号位在界内，是我倪军。其实倪军的一个，刚才在自由攻击的时候，你看他跳起来的一个身体的延展性，就做的其实非常好。而且这个球其实在2个拦网中直线的穿越，其实这个球其实打得非常好，出手很快。单人拦网，这球救了起来。打直线，救回来之后，东山的机会，后排的进攻用吊的，这球拉了起来，4号位的修正被拦网挡下，再做一次4号位的攻击用吊的也是被挡住，2号位还是被拦网守住了，吊球被识破，后排飞进来，这球界内。好球啊！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东山高中其实他们的他的队形在这一波里面，其实看来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前守起来拦网部分也是守起来之后，前面后面，甚至这颗球中间后排的一个穿越，其实都证明说这颗球在整个队形的磨合上面，其实已经是很成熟了。对，陈美宇的发球也是强力的一个重扣，双人拦网。直接做第一拍的攻击，用身体挡住东山的机会，被飞，没救出来。其实我觉得文轩虽然说他没有很高大，他其实还应该173公分左右而已，但是他的移动，而且大家仔细看了，文轩他在拦网的这个准备的手的动作，在准备的动作做的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高中女子组的所有的同学们，其实做的最好的一个。就是整个移位，但是他的整个一个在看，你看他手的移动呢，他整个的位置做得非常好。对，后排但是打长了。对。好，不过整体跟教练这样子看下来，一开赛东山高中还是打得相当成熟。对，没错。不会，其实他们中间后排的比例是蛮高的，这也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女子组的一个大部分还是在2侧，但其实在国际赛的国际的一个，甚至能得整个亚洲来说，已经都在往中间去发展。这球touch out直接出界了。倪军，其实倪军的他的力量其实蛮大的。以我们来说的，这就是位置叫做大炮手。那大炮手的位置，假如说因为他大部分都要处理那种修正球起来很高，2个人拦网，所以他的力量跟他的
能够掌握球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技术其实就很重要。像慧许这个球，你看他跳起来的时候，这个手腕的应用其实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常说啊，大炮手在比赛中，他就像垃圾车的那个时候，还像回收车一样。为什么坏的球来，他必须把这个球回收下去，把它打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在说一个好的大炮手，他必须在球场上要有回收车的功能。沙威的攻击，这一球没有救到。所以现在其实因为可能，我觉得北港高中现在在让我们的一个那个东山高中的发球有点受限，所以他们现在打的位置还是两侧比较多。陈立军的发球，哇，直接下压，发球失误。这是东山第一次的接发失误。陈立军，结果发球出界。对，只要发有威力的球，就容易失误。因为对女生来说，你发点，除非那个球真的是很刁钻，在3米线以内，要不然其实你发一些比较柔弱的球的时候，其实对女生的移动速度来说很快，对，不一定能够造成他们的威胁。所以你看女生大部分都是强击、强发，对。北飞，这球救起，4号位，林宇。我盘进攻还是被挡下，修正球 ，A 快，球在网子上面滚，哇，小心啊！今天在北港这边的北港的家长来的也蛮多的，对，一打下去，整个的一个啦啦队的阵势，我们这边你快听不到2个人在讲什么。没错。今天的在现场真的相当的嘈杂，而且又是室内空间回音荡漾。这一球出界，所以现在看这个球呢，是我们的文心在发球。其实文心刚才才攻一颗来回球2次的球，所以他很喘。他很喘的时候，你在发球逼的时候，你马上就发，很容易有用力过猛，因为你还在呼吸还是很大的时候，在无形中你会把你的这个力量加成上去，所以容易 outside。所以你看，往往攻击完去发球的失误率是比较高的，哎，这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一次救起来之后，就是2次的进攻了。张成毅的发球，直接过去。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归功于我们北港高中的吴轩哦，这个球其实很近嘛，然后他还是用手腕的一个技术方面把球拖到我们的一个部位的位置，来进行攻击。蔡明轩，2号位，修正起来，东山的机会，2号位打卡上。其实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那个东山高中的江成毅，我们的一个举球员，其实你看他的律动很好，因为本身是举球员，我很喜欢去看举球员因为有时候举球员你会有点失误的时候，你看他往上去的那个节奏的跳动的节奏，其实可以看这个球他处理的怎么样，对，他就好，他就其实这个球就切得很好。打在篮网的中间呢，穿心而过。10比10，张明星的发球，直接 A 快啊，打了下来。其实我觉得东山你今天就是现在的优势就在中间的高度，好，那中间的高度，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个球这个阴起它这么高，所以接球好的话，其实往中间去打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你去打2侧距离，对于北港这个这么它的整个的一个防守也好，或者很细腻的球的时候，你要打下去不好打。
单人的拦网哦，潘慧勋也顺利拦住。是。那现在包英奇来到后排进行发球。个人的时间差。因为其实像北港高中，他个子没有这么高，所以其实他有个人的一些位移跟时间上的变化，其实也是必要的。像我们在这场讲，我要有180公分的话，这场我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的打法可以，为什么球点够高？双人的拦网也在后面的一个接球出现。对，在整体的一个身高还是由东山高中这边有包英奇在。对。而且像刚刚，其实像北港这他们也是有一点，其实他现在今天在打副位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被拦了5颗。是，所以5颗这样子的宇飞，他是不是想说跟李宇轩说，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切动或者位移的方向的一个移动，才不会让人家在那边做人家在等你这样子的位置。被连续的拿分之后，是由北港高中先前喊出暂停，3分的差距。其实3分差距其实很快，像刚才那个球也是发球得分。其实女生组，其实你假如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1分2分的一个拿取都是要花费很多的体力。我们可以看，其实每一次来回，他很少第1颗球就死了，对，都在2颗、3颗这样子来做。对，在女生这边会有较多的多拍来回。对。暂停回来，来看一下北港高中怎么样做一些的修正。许芳敏的发球，太长了。对，这个球没有抛好，所以你一看。当然，慢动作跟他抛起来的时候，其实都看上身体就已经有点赶。但有点赶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会建议选手的时候，你看这个球，其实看来他讲，其实他球已经很前面了，所以这个球这样靠一点手腕把球发到你要的位置就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球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做最好的处理。好一传，时间差的攻击，4号位漂亮了。真的看东山的那个。的诚意的举球，真的很，你看球质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攻击手就会很安心的去做主。4号位这一球，结果并没有打在拦网者的手上。其实我觉得这个球一个人拦网而已，我觉得攻击手倪军想的太多了。对，一个人拦网而已，你要打得这么的斜线。其实就很容易造成自己的失误。潘慧轩的发球，2次进攻，这一球被救起来，这球文轩很好，出其不意来1颗啊，只要再来第2颗就非常好。背飞没有成功，这球吊得漂亮。搭配哦，你看方敏就真的就是已经在这个阶段已经算是很成熟了，对不对？因为经过了真的好1、2年的一个大赛，就是都在联赛的一个，就是在那个冠亚军战中磨练的时候，已经有那个整个的一个心理素质已经够了。是。4号位攻击，单人拦网，他敲。先压制住了吴文轩的拦网，那终于换发，北港陈妮君的发球，4号位攻击界内，平宇的其实他打的他的整个的一个角度其实很大。其实刚才可以看斜线，它可以打得很斜，直线可以打得很直，所以本身它的一个技术层面其实也是蛮好的。其实
实我们要看一个攻击手好不好，我们去看他瞬间的那个手腕的变化，跟他打的点的一个位置。其实这是我们在评估一个攻击手，我们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好的攻击手，我们就看他这几点。对，背后被双人拦网挡住哦，而且还留在了界内球。像这个球，其实整个的一个边缘高中已经都有布阵了，对，因为打了很多次，因为很熟，所以你举球员或是攻击手，你怎么样去做一些比较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个攻击变化？我想这两支的队伍从国中球员应该都互相的对都熟识，因为就是建国跟双十的对决，没错，所以很熟练，也很熟悉啊。带起来4号位攻击，这是真的打得很好，拉高球点，把球打长线。因为其实看这个球已经就是2个人、3个人把握，硬打可能就会回来。但你看这个球呢，他拉高球点，他出手慢的时候往上打，这球弹到后面去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做防守了。5分的差距了，东山高中的领先。从中间出界，对，所以看起来都是北港自己的失误。那北港这边再喊一个暂停，分数差距来到6分，这个6分差来到高中是相当难追的。我们在之前国中早上国中组的一个比赛，6分差距可以追平甚至超前。一连打8分不是问题，是，但是在高中应该有点难，对吧？因为越高层级的，你要连拿3分，那是其实真的很难。因为你成绩差不多，所以很有可能2分，但第3分呢，你就马上就会做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个失误把它调整回来。对。但是只有在学生的一个程度，你有可能连拿6分，就是年纪越小，他的一个能够在球场上马上修正的一个经验比较不足。所以他就一直会因为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办。那就算教练跟他讲，他的理解也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会连续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你看，国中联赛也会有那种连拿6分、7分的，也会有啊。这一次想要来打直线哦，可是出界了。是，角度有点太小。但这个都是可以被允许，为什么？因为这个球他想要做直线的尝试。其实我们对攻击手就是我们都是怕，是说他一直被拦，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改变。北飞斜对角被挡下，2号位用吊的，对手在前面就先挡住。4号位重扣。过往机会球，好球！看对，给英奇的球就得分了。对，英奇得分，因为中间他们现在这高度是绝对优势。那你假如球拿高，出手快，往中间或是往后场2侧去的时候，其实对防守者来说根本就是无解。前场的拦网一定会稍微慢一些哦，这一球有救起来。东山的机会。时间差攻击，好球。对。东山在一开赛势如破竹。是。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的守起来的一个点其实蛮多的，而且主要是他们也还打得死。其实这对举球员来说就会很重要。要不然我一直在换人的时候，你一直打不死。就像我们现在的北港道现在就有这个状况，举球员就会比较很难的去想说，这个球我给他失误，我给他失误，那到底要换到谁呢？不可能换到教练嘛。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教练们最好是教练的能够直接跟他讲说，我要打什么战术给谁，你要把握，或是这样子球起来干什么。好球！接发这边没有做得太好，修正回来之后打一个 touch out 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球文心打得非常好，因为球是从后面来的，而且其实很高。然后看这个球，他还做直线的一个变向，表示他对这个球的熟悉度真的也很好。北港的发球，时间差，
这一球在界内，好球！东山高中25-15，先行拿下了第一局。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要来参加玉山举光杯的排球国手选拔赛，必须要先参加前面的3大杯赛：永信杯、华中杯跟和家杯，然后积分排名在前12名，然后才能够被邀请进入到这一场排球国手的选拔赛。大家可以看到东山高中在第一局非常成熟的一个展现。对，其实你可以看他的战术面其实很多，前交叉，然后或是从大炮位从中间移动进去。中间后排快攻单脚背飞，单脚 C， 然后我们还有1号位的后排，它的整个点拉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让拦网者其实就会跟防守者就有很大的困扰。再一次，但是你有多变化的一个战术展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举球员。对，我觉得奕成的举球，当然这个队里面他能够打得这么的流畅，也是奕成的一个功能，其实真的很大。对。战术打得非常的多，但是没有杂乱的感觉。对对对，就是很流畅。有点过头。对，这个直球了哈，太近网。对。奕成假如再高个5公分，他小个人到170几公分，170公分以上了，哇，他的举球的速度就会更快，因为整个这个身体拉高之后，球跟球到定点的时间就缩短了。这个手快攻，对，英起的出手，快攻停留在上面就下去了。对，直接打一个超手，非常的高啊。对，人家大陆说探头球。4号位攻击，也是给4号。中间这球救起来，2号位想打touch out，可是出界。就是文轩也这个球，其实他也北港高中的一个文轩这个球其实举得很好。其实可能我觉得女生她们会打 A， 其实能够打到 P 的
的拼速快攻呢，其实更好。为什么？因为中间其实大部分没有那么高，你让他稍微位移一下的时候，他跳起来的高度其实就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反而你更好处理了。对，小心小心小心，然后脚受伤了，双人拦网。对，其实这个球就是我们的那个已经知道说他要打直线，对。黄英琦直接发了出界。对。北港高中乔明星。4号位杀上来没问题。其实他们现在打法就跟之前的双十国中打的一样，速度就是前面是已经接近是平的球，对。小心！哇，两个人的配合有点差错。对，这个球搭配上有些状况，因为你只要一个单脚从中间出去的时候，然后你外面的那个球又是往里面跑的时候，其实两个的一个会有一个交叉，而单一个交叉脚是不同的起跳位置，那还好，只要掉下来的位置是一样，就容易受伤，对，而且会撞到，就像我们说的，两个就撞在同一个位置上面。这一球是出界球，对，这是一个攻击。今天刚才在第一局。就是其实其实有点落后的原因，都是攻击失误，一直在，就是我们北港今天的攻击失误很多。4号位，这球直接喷掉了。因为我觉得北港高中应该也是想要打直线，因为一层比较矮，他个子比较没有高大，遇到倪军这个就比他高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他打直线当然是比较简单一点。还是给到4号。慧勋今天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流畅度也很好，你看这个球是很高，整个手大长线就打下去了。举起来更多的时间让他去做处理。给到中间啊，配合失误，失误。潘慧勋的发球。又是一个发挥上的失误，对，攻击上的失误，对，给到后面，球稍微遭到双人拦网，前面直线打不进，想要打斜线。其实北港高中其实可以的话，其实修正球起来，你只要真的要一直依靠倪军的话，第一个。他只要能够连续得分都还好，但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这几球其实他的失误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有体能上的问题？跟其实东山其实在对于倪军的攻击的方式跟路线是有研究的话，他接下来又要再把它成功打过去，其实真的那个就有点辛苦了。对，所以他是不是应该举拳是把它移动到中间后排，至少你要让你的主要攻击手他有休息的机会。多一点呼吸，多呼吸几次，也许他的调整就不一样了。对啊，所以就是举到更多的一个时间，对，而且对位置有点变换一下，至少你看这个球起来，其实两个东方高中朋友就已经往大炮位这边准备集结的时候，他就等着你打，跟他他要去跑去移位很大移位去移动的时候，这个中间的时间的准备就很长。对，时间差的攻击，对。后排的进攻，这一球在界内。今天的东山的状态其实真的非常好。对，但其实我们也要看，就是说，其实
状态啦。因为毕竟现在离大专我们的一个那个高中联赛，其实还有将近快要，我觉得已经有快1个月的时间，1个多月时间。你怎么样把这个状态还是维持在很好的位置？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因为其实高中生跟国中生其实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联赛。那联赛你前面拿多少次冠军，其实对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可能是一个荣耀没错，但是最后的那一个杯赛是最重要的。是。贝飞，哇，这球打得漂亮。轩杰这个球打得非常的nice，角度也打得出来。对，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的那个东山会他好像都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球一起来，我要做什么？球用吊的，哇，不错的选择。好像球有点高了。对，最后还好是队长张小玉的修正，至少能够拿到分数。张婉琪的发球，哇，好一传啊！这个球就无解了，打到后面去，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得到。反正你打前面，我接得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前面防守，你往下，当你往上的时候，我要蹲下来再往上，只要球速够快，那我根本来不及。对。江承毅的发球，4号位双人拦网，他敲，文心了。所以文心这一球很明显的，他就是那个球起来，他就明显就是他球了。时间差的一个攻击从中间，这个救不到了。我觉得发球，人家说像我们在前2站这样吹人，那你要吹谁？你发给了一个最会接球的自由球员，你怎么吹他也没有用。为什么？第一个，他最会接；再来是你发下去的时候，你应该去干扰一个攻击手才对啊。你怎么会发给一个他只要防守的，他也不用攻击？对，你觉得发球中间的一个选择？对，就是选择。今天的东山真的力道明显知道他其实要打哪里。在空中的一个时间已经看到对手防守慢了，有点过头，往上球。接下来后排修正，出界。其实这个球可能，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出来，他球是不是过标去干那个外面，所以他只能打斜线。要不然，其实不进的球，你处理球的时候，脚就刚刚好，你处理到斜线去，那是自由球员在那等你。你是不是可以处理到直线，让举球员去接球，就变修正球了？是。所以所以我们之后常说，举球员是前排后排，其实教练可以提醒一下学生。那你表示怎样？球一起来，你真的要修正，要给谁？你就打直线去，让举球员去接球，就变成你原本的劣势，就变成你的优势。对，哇，那这一次是 touch 之后拿到的分数是。这好像也是，好像这一场比赛宇飞的第1次得分，对，比赛第2次，因为刚才都是被拦到，对。中间的个人时间差，好像有听到我们的呼唤啊，女球都往后打，然后都没有人守得到。对，爆音席相当的漂亮。是。14比9，爆音席的发球，哇，自由球员接喷掉了。东山的机会，可是第一时间的一传不到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北港最重要的是，他发球到底要发给谁？要破坏谁？然后守起来的时候，他们要举给谁？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性，他们要先做一些正确的选择。对，你看，他假设这个球要发给自由球员，可能就又是被打这些战术。
打到这个位置哦，确实的哦，却干扰到了攻击手，后排这边的球员。那这也让是东山高中喊出了暂停。对，因为连续2分了嘛，哦，因为即使你遇到的也是今年4强的队伍，你讲1次、2次、3次，你让他分数拉近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康康教练，我们大康教练跟用顺教练就马上就暂停。对。昨天东山是击败了内湖3-1，北港是3-0击败了莺歌工商。内湖高中跟莺歌工商，尤其莺歌啦，也是一个强权的队伍。是。好一传，哇！真的这个球真的，但整个战术跑动很流畅。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北港你要怎么样就是一个跟一个，你人要知道他们会怎么跑，他们不会一直在2侧。对吧呢？我觉得今天的北港的一个拦网好像还没有很有效的，因为你明明知道东山他就是一个球界，他们很多他们会跑动，他们不会定点，那你的定位跟他们事先知道他们会打什么样的战术的时候就要很清楚，你才有机会去碰到他们的球。举起来4号位置，这边给4号打长一些啊，可惜出界。想要打 touch out 还是被预判到了。对。其实晚期这个球，其实看晚期好像个子不高，对，他是建国国中的学生，但他的手腕非常好。报名的身高是163公分。对。再交给他，拦网挡下。其实遇到你的自己的同学队友比较矮小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球举进。你反而开网，他的手法够好的时候，他只要穿就会过去。所以看晚期他个子其实没有那么高，你把他举进网，你就让吴轩他们好好的去，因为他一旦进网，他能打的角度就小了，对，能够穿越的角度就小了。哇，单手修正回来，而且每球往后打，因为其实东山的学生，你看他们在处理球，他们都一定往后，他们好像不会，你现在看起来几颗快攻在做的球都是往后，你看整个都往后打，他不打，他不会给你掉前面，因为他知道你们人一堆在前面。哇，没有配合起来，背后到底是要给快还是给慢一点？对。其实我们会说，我们举球员说，其实像敏轩也建议，当你今天举八股像这种球不顺手的时候，你就等第2波呛死的时候你再来做。为什么？因为第2波呛死的时候是能够完完整整这个球起来一定是可以好好举球，你再去做很好的一个节奏的搭配，你会比你接发球，因为接发球的不变性太大了，你有可能会快，有时候慢。但是你呛死球的时候是比较慢的，你再去做这种你觉得今天比较不拿手或者状况比较不好的一个球种的一个举球。这次的一块又再度得手，真的都往后打。对，19-14，张成毅的发球。4号位，挡起来给2号，再交给到许方明。侧切，但你老师你要拦那么直，后面斜线上就要3个人好了，这种防守。打一个时间差，而且这一次给的相当到位的。但这个球文心他就有移动，从里面跑出来。这个球他讲又是要从外面进去，可能这个球又有可能会被守到跟拦到。
起4号位。21-15。背后，哇，这个球好球！蔡明轩的发球。接发的失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北港的一个发球，其实以今天来说，他们是比较有威力的。发对人呢，能够直接得分的，他们分数比较高。但是东山高中今天的发球是很少失误，除了第一局2颗之外，接下来他每一颗球都发过去。对。2号位打球线，直接拨过去。这个球整个都是进网球。文心啊。而且那个手的一个包覆性做的真的很好。这种球还是落地了。22-17。包英奇的发球。小心。哇，这个吊球出色。北港这边慢慢的都不做强攻了，用吊球的方式。没错，因为你一直强攻，可能大家也会知道你每个球都会强攻，就站的位置就会比较固定。但你一下像看一下子长，一下短，一下左，一下右。拦网成功啊！这是今天北港少见的得分。对，所以看北港今天他刚才发球都发给大炮位那个位置，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待会我要造成他们的困难，就是往大炮位那边去发。追到只剩下3分差距。原本在第2局应该已经是东山高中一波拉开。所以等一下，我觉得北港高中真的就是，其实他们还真的可能教育大家，现在其实发球是第一波攻击，你怎么样做好第一波的攻击，绝对会影响你后面的整个连接起来的结果。对。北港的发球。对，看这个球就没有办法让举圈举得这么顺，然后就一直他们就变成说一直可以反击。 2号位这边打漂亮，交给到队长江承义。方敏的一个瞬间的一个速度，他力量真的爆发力真的很好。得分完之后来到后排发球，4号位。你是打斜线，你每一球都被自由球员接起来。对。 看这个球，再一次，对，换直线了，你看就有机会让他没办法打好。哇，不过这个修正其实是不错的。在打直线，看晚期开始就开始打中间松动了。北港的机会，飞飞，这球过网，2号位修正，回来之后背后。 4号位等一下，这球还是救了起来。再一次4号位攻击，这球救起，哇！修正球在界内呀！潘慧勋最后的手感呢还是好的。对，所以其实
北港其实这个比赛的时候，现在他怎么样去调整他们攻击手的攻击的路线？其实看现在起来，他们的球其实也比较少往中间去打。为什么？因为你中间去打的时候，你旁边又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边线的时候，外面这个边线一定要往外面走，所以变成说你往中间打的时候，就变成2个人去打1个。所以，但是这前提是什么？接发球，要不然的话，你会发觉2个人打你1个，再加后面4个守备，你怎么打得过去？是，对，你怎么样变成缩短你的一个攻击的困难度，这个真的很重要。东山高中的局点，哇，谁小心先喷？哦呦，那第2局25比19由东山高中来拿下，稍后来进入到第3局的比赛，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今天呢是玉山举光杯排球国手选拔赛的最后一天，高中女子组的决赛，东山高中跟北港高中的对抗，现在要来进入到第3回合，第3局的比赛。当然北港高中这边还是处在劣势，但是第2局有把跟第1局的一个分数有稍微再提高一些。对，没错。其实北港高中现在要记得就是他的发球要先把第1个发球做好。发给谁？就刚刚他就要记得说，刚刚的在19分之后，他们能够慢慢的追上来，然后让我们东山高中的教练暂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发球针对了他们的大炮手去做发球。那针对大炮手去发球，其实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打平球的，前面比较平的球，所以他只要接的慢了，他攻击就容易失误。这一球结果是出界。第1个球就是攻击失误。抢快来发球，4号位攻击，后排被单人拦网，4号位用吊的，这一球有吊好。自由球员真的，这球非常好。哇，直接打一个快攻，再来，这球要得分。好球，来再来，好球，再拨，杨4号打直线太长了，这球太长，太长，其实当你多波来回的时候，能够得分那一个，
士气会比那个就简单的打到一颗得分，那个气势会更好。对。4号位在一个斜线，在界内。这就没办法，举球员林佑熙接得太好。对。来到北港这边的范张宇欣就没有办法接稳这颗球。3比1。稍微这一球拦网，后面没有人跟。其实现在就是守起来的时候，我们北港的一个反击能不能多效率好一点？就就是说守起来打起来，还是又被守起来，或是被碰到的时候没办法做反击啊，有效的反击，甚至是得分啊。好球，守起来能这么得分哦。好球，小心小心。4号位冲的比较前了一些，打球。举球真的举得比较靠网哦。是。很快，出界了，对，都一直在。这3局是他们自己攻击失误，真的比例就太高了。对。王允琪的发球，结果出界。7号的龚一江，直接打一个快攻，而且又是打到最尾的位置。其实我觉得东山高中的快攻手今天的成功率真的很高。处理球不是说每颗球真的是每颗都举到很到位，但是他们每一颗球的处理球真的很好。假如我们的东山高中的教练是有这样子给他们这种观念，说球起来，坏球或是好球，我不要你往下打，我要的是你往2边去打的时候，哇，那这个我觉得教练这方面的教育就非常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你这种打过去，每球都得分，那你为什么要像我们的选手很喜欢用力？我觉得他往下打下去很重要，你又不会得分。是。你能够打到后面去才是重要的啊。现在比较多的球员会有点意气用事。对对对。其实我们会想想，很丑的得分，他还是得分。人家像职业选手，他不管你的动作怎么样，你的效率好不好才是重要。对，得分的效率，或是他们有一些数值，他们觉得这个比你，我觉得每个教练能够灌篮。能够灌篮又怎么样？但是你一场比赛只灌2次，但是你用很多的方式，你们很多的数据是可以证明说你这个选手来的时候，你的一个价值是够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就我们的选手要去想，攻击不是大力就好，能够得分，而且就算不得分，怎么样把它变成对手，变成说他也不好打。这一次就顺利的扣了下来。所以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得分效率值，第二个就是这个击球的完成成功度。对，没错。后排进攻，有点接喷了，救了回来。还留在场内。后排出界。不然其实这就平宇处理的很好。
张文琪的发球 ，A 快，打球。文宣不高了，但是出手快，这个啪就出去了。你看，他也没有个躬身，球起来，啪就快下去。他只要有180公分跟一起这样子的话，哇，不得了，真的不得了。要救，没办法救到。好球，好球。所以文熙这个球也打得很好，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强击型的选手，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球就是要打长，小力，非常好。背飞，这球已经先落地了。江承毅的发球，出界，这是硬赛，这是硬赛，这差很，这个我们这样看起来有点差距。对。最后主裁判还是给了界内。对。他可能觉得这是硬赛，但是其实裁判本来就可以改判。没错。那个我们的那个所有这边所有的一个裁判的判决。毕竟这一次的杯赛没有挑战制度，对，自由球员就此。因为挑战制度其实要花费的一个设备跟人其实很多，对，不是一个来到这边一场比赛这样讲，这个比赛可能就要100万，再加一些人事的话，有100多万，所以一套系统不是说他搬来，他也要有会用的人。所以很多教练说，为什么没有挑战系统？为什么没有挑战？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杯赛，你讲后段的，你要花一个100-200万，然后来做这些。所以你看，大部分的一个联赛会有，一些联赛会有。是为什么？因为联赛那个是真的是最后最重要的，而且这个东西通常在整个经费上会比较充裕。直接扣杀下来啊！来回。所以我觉得北港高中现在的一个移动，我们就会说，其实有一点点，因为他们的一个打的点，其实像我们的一个东山来说打的点比较灵活的时候，那个篮网者都一直在追求，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锁定谁，因为他们每一个都会打。对。好，2号这边，结果是他消。可以看到许芳明一左一右，他到哪里都能够攻击。那原本还咬在1分差距，现在变成了4分差，北港高中喊出暂停。说到刚才的挑战制度，如果真的要把鹰眼系统拉过来，这后方还要架3台机器。对，而且还要有人解读，还要有多一个裁判，然后在旁边去判定这个球有没有。所以其实真的，我还在就是大家能够会觉得说，为什么比赛没有什么调整？其实这个是用价不菲，而且场地也很重要，对，灯光能不能，然后我们的大小能不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会取决到很多的东西，而且再来是有没有这个教练们有没有这一个他对挑战演系统的一个训练，是因为能够挑战就哪几项，不是什么都可以挑战，而且你一旦挑战下去，一场比赛原本在最多2个小时结束，可能会耗费到3个小时。对，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挑战可能就是1个小时，1分钟半，快一点1分钟。1分钟半，那假如有6次挑战，他一直成功，就一直 double 上去，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真的要能够每一场都去做的事情。没错，之前播过的比赛需要教练拿3张的牌子，这3张牌子就等于是说上面写着可以挑战的一个地方。对。哇，这个球拿回来，小心。2号位，这球再救没有了。在多球来回之下，东山高中的稳定还是比较好的。对。暂停回来依然是东山的得分，林以恩的发球。
用吊的，这球好球了。小心哦，温馨啊，小心。陈武兴打球很聪明，而且他都知，我个人觉得他在，因为有些攻击手会打完之后会有一点点，就是那我们说的，就是已经只是忘我到，他不知道说到底起不起来，就是想打你，但其实他不会。你看到他长短，但是其实他自己还蛮清楚，是，文心是很清楚。分差，这球救起来，给到2号也掉回去一颗。其实我觉得晚期要打往上打，往平打，因为他这个球，因为个子没那么高，你再往下打的时候，就像那个球他就被人家弹到了。他应该要打平的，直接穿越，就算打到你的手势，直接往外出去，不要往下。只要往下都有机会来接。对，因为他个子没有那么高。从中间打这个斜角。快攻，哎，在界外。来，是。继续是巩义嘉的发球，修正一下，再用吊的进去。思雨的球，毕竟刚上来，也还没有完全热身呢。4分差。好球哇！方面这个球的一个磅数，确实灌，对，过往击球，对，没错。没有这个球，我们这边看起来确实是蓝王者先去触碰到这个球，对。田宇飞，4号位，小心，这球救了起来，后排修正打长了，这个保敏应该要自己没有把握住了哈。稍微攻击被双拦网挡住。要注意啊，方向要自己，都还是自己失误啊。打在网条上面，那15比14，北港高中追到只剩1分差距。东山喊出暂停。我猜东山高中的康康教练就是先把球接好，然后因为其实他们今天的一个大家的状况是蛮好的啊，这个就是接发球，可能就接发球的方面，就是他每次都是有一些接发球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但是只要把它接好的时候，其实战术跑起来的时候，其实是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对，今天在接发的部分，东山高中有一些接球都会太近网。对，因为毕竟2个局限都没有高打。对。哇，这球也还没有接好。是。北港的 chance 后排，这就被救起。来一个快攻，来再来。4号的修正，这球救起来。再来。哎呦，没有配合到。这就是默契的问题。这是默契的问题。我相信，我觉得东山家长会让思雨上去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让他多磨练，因为这些可能刚才上去的快攻手选，你是3年级，你总要在一些大赛让他有机会去磨练，然后不是领先很多的时候上去。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练他的抗压性，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平手，甚至差那么一点，
这种才会磨练到这个选手的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你想领先太多，他上去他还是因为领先很多嘛。我的心情就是很放松，但当每次会把你换上去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关键的时候，所以你的队员有状况，你才会上去嘛。你讲这个些你 hold 不住，你就自己失误了。对，所以教练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个他的方式。李恩也上来，吞下去了。北港再把比分给追平。对，现在我相信待会可能那个谁，就又要上来。林恩下场换上陈平，给到后排。这边做后排进攻，4号位。4号位双人拦网，这一球好球！北港第一次在这场比赛领先。对，然后换上来了哈，把刚刚换下去的2位都换上来，轩也上来了哈。赵文琪的发球，这个接发失误。4号位挡下，直线接喷，马上就能稳定。对，像平宇这个，其实他都是之前在我们双十国中，都是一些冠军队的选手，所以你看他们一上去，他们在处理球方面不会说我刚换上去，我这个球我的动作什么，我就好像有点冷掉，不会，马上还是就可以稳住状况。4号位。球，继续用攻击哦，好球哦！处理球之后，后排的进攻。4号位用吊的，这一球碰了一下，反倒后面协防的队友没有办法帮。后面有方面已经冲过去要接呛死了。对，你刚冲进去了，结果出一只手。18比17，北港的领先。今天在这个地方，北港的乡亲来了不少。队长张小玉，4号位直线漂亮。今天平宇的直线打的应该有的比例有6颗是直线，4颗你看每个球，所以你看这个球，我们在敏轩他在拦网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不能漫无目的一直跳，他一直打直线，你一直跳斜线，他那一直打，这就不对了，就要去想一下。双拦网成功。4号修正，这一球是界内啊！明星这个球打得很好。手腕多，这个球大小力处理得很好。蔡明轩。插攻是1号球，这个力道你会发觉有时候你会看，因为他整个爆发力下去的一个力量，身体的运用，腹部的运用，手臂的运用，就是手腕的运用，就很顺，那个力道整个啪一下去就很清楚。2号的双人拦网挡下。气势又再轮到东山这边了。对，你要一直靠文森这样，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打。2号位，挡住交给4号，打中间的位置。像今天直线的一个攻击，2个大炮手就打得非常的开心。对，每球都直线，切。
且拦网是来的稍微慢了一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北港应该要好好的把直线拦好，因为他们现在直接被打穿了，都是直线，所以把直线拦死，斜线至少还有自由球员2个人在那边守备，而且假如说你拦的点够好的时候，他没办法好好去打球，也可能会为了要下去撇的时候奥赛。在他打斜线的时候，假如位置只有很小，他也有可能他自己也打奥赛。对，所以拦网者，所以有时候在球场上，你是要拼防守还是要拼拦网？当然拦网一定要先，一定要先拼拦网。为什么？拦网拦得好，后面的守备才会好。为什么？因为他人打的位置已经被拦到，所以他变成要去做转换的时候，那个力道通常都不会很大，都是小小的。那你这准备的话，就会接得起来。对。小心2号位这个位置是跳脚，这球故意摆明就是要跳脚。对。曹炳兴，哇，结果挂网了。很可惜的，因为在后段。哇，发得太长了。对。崔云启今天就是没什么失误，但是失误就在后段的时候。关系在今天的进攻其实如鱼得水了。现在下来休息，时间差，2个人抢了。对，这个球应该往七局，他去接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去接的时候，球是往内的。但是假如是我们的9号选手去接这个球的时候，都是那个文心去接这个球的时候，他就是往外，因为他冲出去是往外。对。挡了一下，修正球比较长一点。4号位拦网，拦网触网。我觉得婉晴真的要出手再快一点，是打直一点，而且我觉得打长一点。这个球因为他个子没那么高，他往下打就容易打到网子里面。像刚刚那个球就是这样。那这是东山高中的赛末点，24-21。太长了。关敏想要来一颗直接 S 的感觉。对。但有这个本钱了。有这个本钱，北港的发球，田宇飞。接发到位，4号位攻击直接打喷，东山高中25-22来拿下了第3局的比赛。东山高中直落3的一个方式来击败了北港高中，收下了本届的冠军。那亚军的部分呢，就是北港了。今天东山高中是真的展现出了在他们女子组霸权的一个实力。那另外呢，再加上就是他们的一个整个击球的成熟度都比北港这边来的好上许多。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下一场是男子组的对战，由麦寮高中来对上丰原高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之后再回来。
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刚才高中女子组的赛事，东山高中是以直落三的方式来击败了北港高中，那收下了赛事的胜利。那接下来呢，在球场这边呢，还有麦寮高中跟丰原高商的比赛，这是高中男子组的冠军战，现场的选手们都在进行热身当中。那今天这场的比赛呢，是由这个清华大学邱德全教练和我林东伟为大家来进行赛事的转播服务。那等一下呢，稍后的一个比赛，麦寮跟丰原的比赛，马上再回到比赛的一个内容当中，先稍微休息一下。